常言道，一山不容二虎。老虎作为丛林之王，具有严格的领地意识。作为王的他们是孤傲的，基本上每只老虎都是独来独往，有着自己的领地，连同类都无法共存。老虎能忍受和其他动物一起成长吗？莫格是一家动物园的救助犬。莫格所在的动物园很有意思，里面的动物基本上都是从野外救助回来的。动物园所具有的动物品种和种类是不确定的，与其说是动物园，不如说是一个可以供人参观的动物收容所。而莫格的工作就是帮助救援人员带孩子。别看莫格只是一只狗，他的保姆工作做得非常的出色。动物园里的许多动物都被莫格带过一段时间。这天，救援人员从森林里带回了一位特殊的客人，是一只小老虎。救援人员将这只小老虎交给了莫格。莫格看着眼前这个小家伙，也非常的好奇。虽然带过许许多多的动物，其中不乏很多的猫科动物，诸如猫猫、豹子等，但带过未来的丛林之王还是头一回。不过莫格还是很有本事的，很快就与小老虎打成一团了。小老虎对莫格格外的信任。在小老虎1个月大的时候，小老虎整天都围着莫格转，在莫格的身上爬来爬去，而莫格也任由小老虎的亲近行为，还会时不时的亲亲小老虎。小老虎在莫格面前完全是敞开了肚皮，而老虎将自己柔软的腹部露了出来，就体现了他对面前这个动物的绝对信任。带着小老虎2个月大之后，小老虎对莫格更加亲近了。有的时候，莫格都会对小老虎的亲近感感到厌烦，会在小老虎爬上他的背之后翻身躲开。但一旦莫格不注意或者趴着休息的时候，小老虎又会在莫格的身上爬来爬去。莫格对此也是非常的无奈。或许是小老虎感受到了莫格的无奈，再大一点的时候就不再往莫格的身上爬来爬去，但并不意味着小老虎对莫格不亲近。小老虎依旧整天围在莫格身边，在莫格蹭来蹭去，和莫格十分亲昵。莫格睡觉的时候，小老虎也会趴在莫格身上一起睡。偶尔小老虎睡不着，就会不断的在莫格身上爬上爬下，还会轻咬莫格以示亲近，大有一副我不睡着你也别想睡的架势。当然，等到小老虎再大一些，就不能这样折腾莫格了。老虎毕竟是猛兽，成年的老虎体长可长达3米，体重可达300公斤，哪怕是小一些的雌虎也有100多公斤重。所以在小老虎6个月大的时候，它的体型就赶上了莫格。这个时候小老虎也长出了锋利的爪子，如果再在莫格身上爬上爬下，莫格可就遭不住了。工作人员不得不将小老虎与莫格分开饲养，不过小老虎还是会经常和莫格一起出去玩。每天下午，工作人员都会将莫格与小老虎牵出去玩耍，而这个时候也是小老虎最开心的时候。哪怕是走在路上，小老虎也要和莫格挨得非常近，还会时不时地蹭蹭莫格或者轻咬莫格。在户外放开了牵引绳，小老虎更是直接将莫格扑倒，和莫格打成一团。小老虎会给莫格顺毛，而莫格也会在小老虎躺在草地上的时候轻咬莫格，两只你追我赶。小老虎会时不时的给莫格一个拥抱，将他抱倒。后来，莫格与小老虎还成为了这家动物园的动物大使。有很多慕名而来的人看到亲近的2只动物，都会感觉十分的温馨。这也给动物园带来了巨大的人流量，让动物园可以更好的救助野生动物。在另一个动物园，也有一只狗狗和老虎是好朋友，但它们跟莫格与小老虎又不太相同。这家动物园是一家正规的动物园，里面有300只动物，分布在100种不同的物种之中。这家动物园有一只叫泰伯的狗狗。泰伯这只狗狗可以说是非常的活跃，体内似乎拥有用不完的能量，每天都活力满满。精力旺盛的泰伯让他的饲养员凯尔西感到十分的头疼。凯尔西非常的忙，平时不仅要照顾家里的2个孩子，还要照顾动物园的青春期的动物，从幼年的狐猴到郊狼，到泰伯与老虎，可以说每天的时间都安排得非常的满。而泰伯的精力实在是太旺盛了，在自己的地盘根本待不住，又无法忍受独处的寂寞，便天天都要凯尔西陪他。凯尔西自然是没空的，但凯尔西生出了一个好主意，那就是让别的动物陪泰伯玩，但这也让凯尔西犯了难。刚开始，凯尔西想要把泰伯与斑马放在一起，但斑马不喜欢脚踝周围有东西，如果应激的时候不小心踢到泰伯，会对泰伯造成巨大的伤害。
而黑熊也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黑熊并不喜欢泰伯，黑熊并不希望自己受到骚扰。让凯尔西没想到的是，泰伯和动物园中的老虎关系不错，老虎们非常喜欢泰伯，泰伯也非常喜欢老虎，他们经常隔着笼子交流。但凯尔西不敢将两者放在一起。动物园的老虎虽然只有1岁大，但依旧有了有力的爪子和巨大的牙齿，这些对泰伯来说都是致命的。动物园的动物非常的多，但却没有一个能够与泰伯成为朋友，这也让凯尔西有些无奈。直到一个暴风雨的夜晚，一只老虎幼崽来到了动物园。这只老虎幼崽名叫雷鸣，因为工作人员捡到它的时候，正是雷鸣声轰轰作响的时候。雷鸣大概3个半月大，他的母亲不要他了。工作人员找到雷鸣的时候，雷鸣已经十分的虚弱了。凯尔西想，也许这个小家伙会是泰伯的好玩伴。他将雷鸣带到泰伯的面前，但泰伯对这个小家伙似乎有些不感兴趣，而雷鸣对泰伯似乎也不太感冒。凯尔西想着，或许是他们还没有熟悉对方的气味，还是决定将他们一起饲养1周。如果还是合不来，再分开也来得及。让凯尔西感到欣慰的是，1周之后，泰伯就跟雷鸣玩在一起了。他们真的是最好的玩伴。泰伯精力满满，而雷鸣作为老虎，精力也非常的旺盛。他们每天都要玩耍超过4个小时。不过，凯尔西感到欣慰的同时，还有一些担忧，因为当雷鸣长到1岁大后，他就很难再跟泰伯一起玩了。毕竟雷鸣是一只老虎。不过，让凯尔西没有想到的是，雷鸣是一只特殊的老虎，它的个性很独特。随着它的不断成长，它并没有展露出它的凶狠，对泰伯也非常的有耐心。平时玩耍时也很有分寸，少了很多扑打的行为，更多的是为泰伯舔毛，赫然是将泰伯当做了自己的小弟。至于泰伯，不用太担心，他的力道对雷鸣来说也只能算是舒适的按摩。凯尔西想，泰伯终于找到了最适合他的玩伴，他们也成为了动物园里最特殊的存在。谁说跨物种之间没有友情？动物之间的友情往往更加的简单纯粹，这种友情的力量甚至可以压制野性的本能。不得不感叹友情力量的强大。是怎么回事？欢欢是一头非常温顺善良的狮子，同它一起生活在这片草原上的还有一头雌性老虎珍珍。2个食物链顶端的动物生存在同一个地方，很可能会打得不可开交。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，而大家更加想象不到的是，欢欢从小就跟珍珍在一起了。而且以前由于欢欢太小，无法自行捕猎，所以一直都是珍珍抚养着欢欢长大。之后一狮一虎也相处得十分融洽。到了后来，老虎珍珍产下了2只小虎崽，小虎崽可以靠着珍珍产的奶维持营养，但刚生完小老虎的珍珍身体虚弱，也是需要食物补充营养的。在这里可没有雄性老虎为珍珍捕食，更不是动物园没有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。他们生活的地方是一片天然的大草原，里面的猎物非常多，但是需要自己动手捕捉。这个时候，懂得感恩的欢欢站了出来，在珍珍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的时候，帮她捕捉猎物，给她补充营养。时间一天天过去，小虎崽也长大了，慢慢恢复的珍珍也开始自己出去狩猎了。而珍珍产下的小虎崽则经常在欢欢的照看下生活，在一起玩耍。有时候欢欢带一只小老虎，珍珍也带一只小老虎，大家各玩各的，日子过得简单且幸福。欢欢虽然是一头狮子，但他已经完全把小虎崽们当作自己的孩子们喂养了。每当有人类靠近小虎崽的时候，欢欢就会发出低吼，并且身子逐渐前倾，似乎随时都会因为保护小虎崽而抱起。但是这一天来了一位不速之客，有救援组织的工作人员不知道从哪里抱来一只小狮子，将它悄悄地放进了珍珍的家里，随后便离开了。当珍珍回到家发现它时，有点不知所措了。最后出于无奈，
真真将这只幼狮也一同抚养。由于幼狮的到来，让本就不够的奶水更加少了，小家伙们有时候难免有些争抢，但这是无法避免的事情。然而欢欢看见后，根本就不喜欢这只跟他同族的幼狮，相反更喜欢他从小养到大的小虎崽，以至于后面出去玩都没有将幼狮带在一起，反而一直将小虎崽带在身边。最后幼狮走丢了，还是真真将幼狮找到并把它丢回家的。看着老虎真真与狮子欢欢的生活，这也不禁让人联想到全世界仅有数只的动物狮虎兽，它是由雄性狮子与雌性老虎杂交出来的品种。但还有一种虎狮兽却恰恰相反，它是由雄性的老虎与雌性的狮子杂交出来的。不管是狮虎兽还是虎狮兽，它们诞生的几率极低，就算在人工的饲养下，狮子老虎受孕的几率也只有 1% 到 2%， 而且生下来的幼崽免疫力极低，非常难养活。并且养活一头狮虎兽所花费的人力、物力、财力都是很多的，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狮虎兽这么少的原因之一。成年之后的狮虎兽比任何成年的狮子以及老虎体型都要大很多，但由于狮子、老虎本身以及生存的方式不同，这也导致了成年的狮虎兽并不适合回归大自然独自生存。所以全世界仅有的狮虎兽都是在人工饲养的情况下活下去的。而与狮子养虎的故事类似的，还有豹子抚养狒狒的故事。大自然真是神奇，这只豹子残忍地杀害了狒狒妈妈，填饱了自己的肚子，可它不知道是良心发现，还是一个人孤独了太久，居然做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决定。在一群狒狒的栖息地上，一只豹子迈着轻悄悄的脚步，在一步一步地靠近。面对数量庞大的狒狒群，我们都不用想就知道它要做什么，当然是找到一只理想的猎物饱餐一顿。可能真的是猎豹太过轻盈了，狒狒们一点警觉性都没有，有的在水边带着孩子们喝水，有的在草地上散步，有的相互抓狮子的。狒狒王还在惬意地打着哈欠，真是一点都不知道几分钟之后会有多惨。终于猎豹想要发动攻击了，只见他弓起了身子，准备随时像离弦的箭一样飞出去。可是他没想到的是，狒狒们竟然一点都不害怕，反而上演了一招群起而攻之。真是人多力量大，他们像围拢敌人一样把猎豹包围了起来，一个个精神抖擞的准备打上一架。而豹子此时更是傻得可爱，装起没事人一样，假装是路过喝水的。可是聪明的狒狒一眼就看穿了，一群呼啦啦的冲了上来。猎豹看到情况不妙，撒丫子就是跑，一路上灰尘四起，真是名副其实的一溜烟儿逃跑了。奈何狒狒们不嫌事儿大，还继续追，直到给猎豹追到了一片空地上。可是在没有树的地方，狒狒自然就少了庇护，面对猎豹，他们跑也跑不过，打也打不过，一时间不知所措了。而就在这短暂的思考过程中，猎豹抓住了机会，猛然寻找猎物发起了攻击。豹子刚刚一动，所有的狒狒四散而逃，一只成年的母狒狒不幸没有逃过这一劫，被猎豹闪电一般按在了地面上，短暂的几秒钟就去见了上帝。就这样，猎豹叼起了自己的猎物，回到树上，准备独自好好享用一番。然而在这个过程中，猎豹还发现在母狒狒的身上还有一个小狒狒。原来这是一只狒狒妈妈，在发生意外时，狒狒宝宝还不知发生了什么，仍然紧紧地抓着妈妈的腿。就在猎豹叼着自己妈妈上树了，他都还以为是在玩耍。在猎豹享用美食的时候，树下的猎狗发现了狒狒宝宝，也想来分一杯羹。可是刚刚吃饱的猎豹并不想这样，所以他做出了令所有人诧异的举动，居然为了照顾狒狒宝宝，他和猎狗斗在了一起。
期间猎狗一直想要撕咬狒狒宝宝，但猎豹寸步不让，一直都把狒狒宝宝呵护在自己的身后，不让猎狗伤害到它分毫。终于看到猎豹护犊心切之后，猎狗有些不甘心地跑走了。而此后的日子，狒狒宝宝就在猎豹的照顾下安稳生活了下来。猎豹就是没事就跟狒狒宝宝在树上玩耍，当小狒狒在树上乱爬时，猎豹怕它掉下去，还一直跟在它屁股后面保护着它。就在小狒狒差点抓不住粗壮的树干，差点掉下去的时候，猎豹伸出了爪子把它拖了上去，然后就像妈妈一样把它抱在了怀里，用舌头深情地舔着小狒狒的毛发。光看眼神就能看出来满眼的宠溺，最后在夕阳下，他们相拥在一起，慢慢地睡着了。未来的日子里，不知道小狒狒和猎豹会发生怎样的故事，但是我们相信，在猎豹妈妈的照顾下，小狒狒可以快乐地长大。其实动物与动物之间虽然无法像人类那样用语言去沟通，但它们却可以用自己的行动。肉也是动物园里那些肉食动物的食物。在动物园里，喂养老虎之类的大型肉食动物一般都是用猪肉的，而且猪一般作为老虎的猎物。但是这次这头老虎居然收养了几只小猪仔，它还成为了这几只猪仔的妈妈，这简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。平时老虎和小猪仔们像家人一样的相处，小猪仔累了就会躺在老虎身边睡觉，它们还会爬到老虎身上玩耍。老虎非但不生气，还会对这几只小猪仔非常宠溺。要不是物种的差异，还真以为他们是真正的一家人。老虎还会用舌头给小猪仔们清理，像一位母亲一样，把小猪仔们当作自己的孩子。到了吃饭的时候，小猪仔们都聚在一起吃饭，老虎妈妈则在一边看着，好像在保护她的孩子一样。他们日常的相处非常温馨。可这一奇怪的现象到底是为什么？让人非常想知道背后的真相。动物园工作人员向前来的游客们解释，原来在不久前，这只老虎失去了它的孩子，幼崽因为身体虚弱都不幸夭折了，而老虎妈妈因为小老虎们的离去伤心欲绝，不肯进食，而且脾气非常暴躁，不让任何人靠近。工作人员担心老虎的生命安全，为了安慰失去孩子的老虎，打算去寻找几只刚出生的小老虎交给老虎喂养。可动物园里没有其他老虎生产，一只小老虎也找不到。无奈工作人员只能去求助兽医，兽医告诉他们，不一定得是老虎幼崽，也可以用其他的动物幼崽试一试。听了兽医的建议，工作人员去找了几只刚出生的小猪仔交给老虎。没想到的是，老虎非但没有伤害这些小猪仔，还将它们当作自己的孩子抚养。自从这几只小猪仔到来后，老虎渐渐恢复了活力，小猪仔们陪伴了它走出悲伤。它不再像以前一样什么都不吃，它开始正常进食，还照顾起了小猪仔们，所以才有了游客们看到的这一幕。听到这里，游客们纷纷同情老虎的遭遇，并为老虎和小猪仔们的亲情所打动。大家都庆幸老虎能走出悲伤。老虎把小猪仔当成自己的孩子的故事非常感人，但接下来故事的角色却发生了奇妙的转变。这次换成了猪照顾小老虎，故事也非常温馨感人。我们都知道，老虎是野生动物，也分很多种类，有些种类已经濒危了。人类为了保护它们，就将它们圈养起来。这只孟加拉虎生下来一只虎宝宝以后，由于身体虚弱去世了，留下了这只孤零零的幼崽，非常可怜。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，接下来小老虎和本该是它盘中餐的母猪上演了温情一幕。因为孟加拉虎出生后，它的母亲便去世了，所以它需要哺育才能够生存下去。所以工作人员尝试给小老虎找新妈妈，找了许久，在动物园附近的农场里找到了一只刚刚下崽的母猪。他们将小老虎交给母猪喂养。起初他们还担心小老虎能不能接受得了母猪的母乳，母猪是否会嫌弃小老虎不愿意哺育它。可让他们都没想到的是，母猪非但没有嫌弃小老虎，还主动喂养它，将小老虎搂在自己的怀里。小老虎也没有抗拒母猪，
反而是非常积极地凑上去吃奶。从那以后，这个新妈妈就一直待在虎笼里，陪着小老虎共同长大。他们每天同吃同住，形影不离，有了非常深厚的母子情谊。母猪将小老虎当成了自己的孩子，小老虎也将母猪当成了自己的孩子。时间过得很快，小老虎已经长大了，已经不需要母猪的哺育了。它可以吃一些工作人员提供的食物。工作人员决定将小老虎和猪妈妈分开。小老虎非常不情愿离开猪妈妈，一直挣扎到最后，还是被工作人员带走了。离开猪妈妈以后，小老虎非常难过，每天郁郁寡欢，连胃口都变差了。离开猪妈妈久了以后，它连食物都不肯吃了。工作人员没有办法，只能再次把小老虎放在母猪身边。母子团聚后，小老虎又像往常一样开心了起来，恢复了活力。它又可以像往常一样依靠在自己的妈妈身旁睡觉，尽管那不是它真正的妈妈。看到这一幕，工作人员非常欣慰。自然界的生存法则是非常残酷的，但有时候也会存在一些例外，也总会产生一些温暖动人的故事。